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是我的第4个视频。这期视频呢主要和大家讲讲我来日本最初的艰苦的日子。如果把这段时间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么正好相当于一个人从刚会爬，然后才能坐着，然后呢刚会站起来，最后到会跑的一个过程。而且比较巧的是，小 H 正好经历了这个过程。故事还得回溯到2016年7月31日，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早上。最初的计划是我一个人先去日本，等一切安顿好了的话呢，老婆和大小 H 再一同来日本。由于第2天就要走了，所以当天晚上也没怎么睡好觉，早的就起床了，带着休息好的这2个行李就直奔机场了。机场上和父母留下这个合影之后接下来我就一个人踏上去日本的旅程了。当时和我同行的还有这位叫小胖的小朋友，他是我之前的同事，接下来去日本我们在一个公司上班。人嘛，对于一些不确定的东西呢，都多少有一点点恐惧心理。而这次去日本呢，未知因素太多了，所以这次2个人一起去的话呢，多少弥补了这一点点的恐惧心理。在到达日本之后，我们被安排到了一个叫长盘平的地方，这就是从谷歌地图上俯瞰整个长盘平团地的情况。那个绿色房顶是日本有名的连锁超市西友超市。这种团地在日本属于集中住宅区，按理说人口应该比较密集，但是呢平时根本看不到年轻人，只有在周末才能看到几个年轻人。长盘平的人口结构中，年轻人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大约80%-90%吧，而且这些年轻人之中大部分都是中国人。给我的体会就是，在大街上看到年轻人呢，90%是中国人，看到老年人呢，90%是日本人。长盘平号称是中国软件工程师的摇篮，原因呢，我觉得有2点。第一点就是从长盘平到东京交通非常方便，坐电车的话只需要倒2趟车就应该可以到了。第2点呢，长盘平是一个团地。在日本，很多房子是不租给日本以外的外国人的，只有团地才比较容易租给外国人。所以很多刚刚来日本的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都选择长盘平作为他们第一个落脚的地方。另外，除了长盘平以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中国人聚集区，就是埼玉县的川口。那个地方也和长盘平一样，离东京近，也有大的团地，所以中国人特别多。据说餐馆里的菜单都只有中文。第2天8月1号，我和小胖第一次来到了这个位于东京上野的我们的公司。来了公司才知道，这个公司算上我和小胖一共才8个人。公司呢，就是把我们2个派出去干活，然后他们赚中间的差价。如果我们被派出去了，那么就有工资；如果我们没有被派出去的话，我们就没有工资。所以为了尽快能被派出去，我们天天穿着衬衫领带去面试。总之那个时候真是各种被打击，面试失败，面试失败。但是呢，为了早日能在异国他乡立足，我们没有放弃，一直不断的努力着。由于周末没有面试，所以我和小胖来到了距东京37公里的我孙子市，开始收集每个车站的印章。日本的东京 JR 车站有48个可以盖印章的地方，而且每个印章都挺漂亮的，所以我和小胖就挨个收集，整整花费了我们1天的时间。1个月后，我和小胖终于都找到工作了。
但是工资呢是下一个月才发，所以不敢贸然把妻子和孩子接过来，所以我和小胖还得再过一段单身生活。这是八柱车站，那个时候手里的日元非常少，为了省钱，我就从八柱车站下车，然后走到长喷坪。八柱车站里边有一个吉野家，一顿牛肉饭是490日元。当时除非我是非常累，要不然我是不会买这个490日元的饭的。因为当时手里的日元确实不多，所以吃饭基本上只吃面条。面条的包装上有每100克所含的营养成分，我是通过这个来判断，然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那个面条。这段时间我们迎来了软件行业的精神领袖，号称传神的这位朋友。随后我们在一个叫白木园的居酒屋为传神接风，由于当时手里确实不富裕，所以简单了点。之后到了9月23号，我的工资也发出来了，手里的日元呢也足够了，然后我就搬离了长坂坪这个地方，去到东京中马入这个地方。当时房子的布局是这个样子的，左边是南向，房租是9万日元。这块是进门的地方，然后这进门以后，这是洗衣机，然后这就是2个屋，然后右手边有大窗台，我把帽子放这儿了。这个地方是厨房，这个位置是放电冰箱的地方，这是水槽，我把碗也放那儿，是对面房子。然后这是2个燃气煤气口，上面有抽油烟机。然后这地方可以吃饭，也挺大的地方。然后转过来，走到这个屋，这是大屋，大屋也有一个这样的窗台，可以放东西。然后这是2个柜儿，上面还有个柜儿，我已经把衣服稍稍放上一点。然后转到这个屋呢，是基本上外面是阳台外面还有空调，这地方可以站一下。然后上面是挂衣架的地方。然后转过来这个屋就是日本榻榻米，这外面是窗户，对面的房子住全是日本人。然后这个屋的里边跟那个大屋一样，也是有这个柜儿，然后对面就是进门的地方。然后出来了，这还是厨房，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洗澡的地方。洗澡的地方这盆儿，这是那什么，这是摄像头，然后这个柜儿，这个柜儿还可以打开，里边还可以放点镜子，后面还可以放点东西。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厕所。随后我们就一家团聚了。在机场上，我还遇到了这个我最喜欢的日本的电视节目。这个电视节目我至今每期都看。在东京中马入的生活并不是十分的开心和快乐，因为当时老婆孩子刚刚来日本，很多东西呢都没有适应，他们日语一句都不会，交流都交流不了。大 H 第一天上幼儿园，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那个场景我现在都忘不了。每天送走我和大 H 之后，我老婆一个人就和小 H 在家，小 H 又不会说话，每天呢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而且那个时候在租的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可谓是家徒四壁，以至于我老婆在那个时候患上了抑郁症。好在这一切最终我们都挺过来了。当时就住这个地方，附近基本没有中国人。有一次我老婆去儿童馆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说中文的马来西亚的人，之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那个时候我干的是派遣工作，经常是项目结束我就要换另一个地方工作，所以工作的地方频繁的去变化。由于不想频繁的变更工作地点吧，我那个时候就准备换工作了。后来皇天不负有心人吧，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之后呢，我们就搬到了埼玉县的川越市。
由于工作比较稳定，所以呢，我们就结束了漂泊，走入了平淡而稳定的生活。刚来日本，我只有这2个包的行李，现在呢，我已经拥有了这套房子。最后，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再见。